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中国编辑委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新年快乐；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厚之，大家好。好，今天那是大年初七吧，开工。那今天正式开工，上工的第一天，赖清德总统就邀请5院院长大家一起来查叙。那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达成了共识，大概就是总统愿意到立法院国情报告，但是一切要合宪。那既然合宪，韩国瑜院长说，那大家就同问同答吧。这个问题解决完以后，大家就来讲说，那军购的问题是不是差不多该解决了？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媒体上报道，国民党版的军购条例是不是会在明天24号会出来呢？那因为包括行政有版本，包括白银有版本，蓝银的版本总不能拖太久吧？可是中间媒体又有一些的讯息，会不会包括党中央会希望3500亿？有没有听错？白银有4000亿，那媒体报道，那国民党会怎么样看待这些？因为一直都传大概8、9千亿，最少也应该有这支谱吧？但是对全球来讲的话，大概在过年期间，那最重磅的新闻应该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对，这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好吧？我不管你总统是怎么样一些的决定，不管全球关税都已经搞成什么样子，不管其中有2个投反对票的，还是川普任内提名的大法官，他照样告诉你，你就是违宪，好吧？那结果搞得全球线，还记得吗？在年前的时候，我们都说有2件事，一个军购，一个关税。如果送到立法院以后，球就丢到立法院。但是现在看起来，关税这件事情，蓝营的有一些人，包括像赵少康先生，他们就直接讲，谁过我就去告谁。那蓝营现在的态度看起来跟年前也不太一样。这中观下来，那未来这1年，台湾到底会怎么样？来，冠廷，是，我们就直接讲。那现在看起来同问同答的问题解决了，总统要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解决了。可是接下来呢，最重要的包括军购、包括关税这些事情，会变得更复杂，尤其关税啊。武哥，因为今天大年初七嘛，讲好话吗？新年新气象，不还是要肯定一下了。朝野之间这个气氛，今天早上就不错这个韩国院长嘛，然后跟4院的院长啊，跟赖总统。这个新春的茶叙啊，这是中华民国第一次了新春茶叙，我看看可不可以变成以后的宪政惯例啊？总是过年前几天，那大家气氛好一点。其实韩国院长今天有备而来对啊，如果要是讲说大家要变成宪政惯例，既然今天有茶叙，让观众朋友听一下，那原因重现，让你听一下，在茶叙里面包括赖总统啦、韩院长这些到底说了些什么话。来，我很感谢韩国瑜院长，人还没有到。声音已经先到了，用一个话字来点出今天茶叙的方向，就希望朝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国家逢凶化吉，在福尔摩沙没有什么仇恨放不下来，但非常可惜，我们去年的确错过了许多机会，在新的1年的开始，我们把握这个契机。我也会根据赖清德总统的意愿，向3个政党的党团提出说明，大家达成共识。3个党团都同意之后，我们就正式行文邀请总统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当然，在方式上将会采取同问同答。来，冠廷是要感觉上，对了，气氛当然不错嘛，在这里面气氛不需要搞僵，重点是接下来啊。好，我还是要讲了哈，就是说立法院很多朋友就是上那公民课的时候，或者是看到新闻，看到那个位置啊，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宪政史上真的第一次，就中间那个位置是院长坐的，立法院长，那右边那一格是秘书长坐的。然后很多人都以为左边那一格空着的位置是副院长坐没有，院长在开会的时候，副院长就坐下面，对，左边那一格就留给总统坐的。但是因为在1994年修宪之后，李登辉前总统有7次到国民大会做这个国情报告嘛，那听国大代表的谏言。那在李登辉前总统最后一次国情报告的时候，有做综合回复。那等于很多就是宪政的专家都讲说，这个是为日后统问统答做像一个理论基础了。就是说，因为国大的这个权力移到立法院，那可是再次修宪变成立法院之后，确实没有任何总统过去。那无论哪一党执政，最后都很多的枝枝节节，有时候是立法院不同意，有时候是总统不同意，有时候在野党不同意，有时候执政党不同意。那如果这一次真的能够促成，就是
总统，而且赖总统到立法院去做报告。那韩院长也显示出他的高度，就是说合宪的状况底下用同问同答，其实我认为这是好事。赖总统从第一时间就一直讲，他愿意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只要合宪跟合制度，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那我觉得现在立法院竟然愿意用合宪跟合制度的方式来让3党之间同意，然后呢邀请赖总统，我认为如果是这个状况，赖总统一定会愿意去。好，5个问题是，那去了之后大概有几个议题还是会攻防。同问同答，我们想大概我认为就2题最关键了。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军购了。那军购，我说真的，就大概拜托各个政党哦，就大家要监督，就好好监督。那包含说，该复委的要复委，包含要讨论的好好讨论。那关键是在于说，这一次的国防预算，一定是台湾的国防部跟美国相关的单位两边经过很密切的讨论去做处理的。那如果说立委对于哪一个项目，因为到时候一定是进入实质审查了嘛，有意见，哪一个单位哪一个品项认为说不应该买，或认为哪一条买贵了，具体提出来。可是现在状况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说国防预算我们很少看到，就是在野党自己提出我有我的版本，我认为要买哪些东西。那这个老实讲讨论上面，我是建议还是聚焦了。我认为能够审查比之前不能审查是好事。那国防预算，因为你看民意就知道，多数的人民还是认为我们要有自我防卫的力量跟决心。我觉得这是国防军购的部分。但我特别要花点时间讲一下关税。关税现在状况这样，因为这几年过年期间，突然180度转变嘛，美国的这个宪法法庭做了这样子的判决。那很多观众朋友听这一些专有名词听了母萨萨了。我简单来讲，我稍微前情回顾一下，就是我们还是搞清楚，川普总统他现在是美国的领导者，他的大逻辑就是世界各国赚了美国太多钱，而我们要让赚美国很多钱的国家课比较高的税。那非常多产业外移，我们要让其他国家产业外移的产业回到美国，这是他一开始就大战略，在他第一任就这样做。那川普经过了检讨，他4年没有当，回来之后重新自己思考。现在的专家都判断都认为，他认为之前他在第一次关税战，他第一任任期当他4年的时候没有成功，原因是因为他做的不够彻底。所以所有的美国专家、所有的经济学者、台湾的很多专家也都评估，其实川普一定会继续更加的强力执行，因为他检讨他之前第一届没有奏效的原因，是因为不够强烈执行。好，那所以回来。他这个大战略没有改变的状况底下，我们先讲在本来的 IEEPA 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推动法的这个法案被判定违宪的一个项目，不会改变川普他想要继续课征各国关税的一个动作或决心，而美国政府也都是跟外面讲，好啊，我们早就有沙盘推演，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所谓的 IEEPA 被判违宪，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招式，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有幻想，就认为说关税战会停下来。我们要想的事情是，关税战会继续，可是台湾如果已经争取到了，有没有办法保存？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国际游戏中不要丧失？好，有这个基础之下，我们来谈一下。那现在此时此刻，在 IEEPA 被取消，被判定违宪之后，他们改用122条款。122条款简单来讲就是先打10%上去，然后川普在半夜又加了5%，所以我们依现在此时此刻的关税来讲话，台湾是13.3%，以平均来讲，它15%，那因为我们有些优惠的项目等等，我们算起来，我们所有的项目最下面这边平均是13.3%。那中国它当然从40几%也降到29.7%，但以各国来讲是29.7%，大概就是一个还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那其他几个国家，日本15.3%，韩国13.4%。看这个数字，我认为有个标准，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做一个标准，就是说现在的122条款，台湾的这13.3%。跟之前本来当时在关税战第一波 IEEPA 的时候，当时我们讲这个我们15%，可是有些优惠项目，整个状况底下，我们到底是变多还变少？我这里有个数字简单跟大家分享哦。台湾我们在之前14.6，等于降1.3%，现在变13.3%。那反而哦，这个日本跟韩国是没有比之前来的好。那巴西是大赢家，从26%降到12.8%。可是每个国家为什么要讲这数字？因为每个国家有变多还变少，所以我要讲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现在122条款跟之前川普的第一波的 IEEPA 比起来，台湾是没有关税变高，我们的关税反而是变低的。第二个，
川普现在关键是他会用，这次没有被判违宪的是在用贸易扩张法的232条款。232条就是对于他的国防安全，然后国家有非常关键的项目，它可以对你课征特别的税率。那台湾谈到了2000多个项目当中，就全部都豁免。那这个对台湾重中之重，为什么？因为台湾多数我们销往美国的占比有6%。就是在这个232条款当中的项目，所以我们有谈到这个最惠国待遇，所以台湾最核心的我们的半导体、我们的资通讯业，其实当时在跟美国谈的这个项目当中是有得到优惠跟豁免的。那我也跟大家报告，跟这一次被判违宪的完全不受影响，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主张，我们要继续的持有。我现在直接讲，川普现在就有2个大绝招，第一个他有贸易法的301条款，它可以对于美国产业、美国的这个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认为不公平的状况底下，对你展开产业调查，台湾绝对会是被调查的国家之一。为什么？我们从前年当时赚美国的钱，全世界第8多，到去年2025年赚美国的钱变全世界第4多，去年赚1500多亿，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比赚中国的钱还要多。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产业啊。那美国是有能力在接下去，如果我们这谈的不作数，他说好，那全部重来。我认为接下去要谈到更好的条件，有困难。如果我们这谈的不作数，他说好，那全部重来。我认为接下去要谈到更好的条件，有困难。再来第二个，我要讲，它还有超级大王牌338条款。它可以用核弹级武器，就是直接用哪一国歧视美国商品或贸易，直接用报复性课征，台湾最多可以被课50%，而且这个没有违宪问题。法条里面直接可以用。所以我觉得，我站在，当然很多人骂赵少康什么，不要了。我认为赵少康大哥他一定也是认为台湾的产业要顾，国民党这么多企业的朋友也都知道，也都在关注这个脉动。我们现在就2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送进去立法院，你要怎么问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要努力讲，要讲得比我刚才还好，要讲得比我还完整，要讲给他们听为什么这里要签。可是如果我们不认之前跟美国的协议，川普一定整个政府全部从头来，那我们会被课征的税绝对比现在来的高，这是我敢保证的。第二个我要讲的事情是，我们看邻近国家，日本跟韩国经过了现在的122条款15%，再加上一些豁免的项目之后，他们的状况比本来15%。来的也是降一点，可是整体而言比台湾来的差。但他们的日本跟韩国政府都已经讲了，之前承诺投资美国的项目不会生变。那请问，如果连日韩都讲说不会生变，我们台湾现在有怎么样的底气？现在跳出来跟美国讲说没有啦，你就不算数啦？啊，黄国昌那种谩骂式的谩骂一个国家，其他国家元首，还不要讲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元首，就算了。可是你今天要想的事情是，那怎么做对台湾的产业更好？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诚恳呼吁。我刚才花很多时间这样讲，谢谢5哥给我这机会。我觉得听完之后，大家就知道，那对台湾的产业好的状况，应该是我们本来之前在谈判已经拿到了最惠国待遇，我要继续持续维系着，不要因此而有变化。我觉得这是台湾的王道。来，淑慧，第一个，蓝营这些意见领袖是不太了解人家美国所有相关这些的规定，然后贸然出口了讲的这么重的一些的话吗？第二个，刚刚讲到，就算你把这个送到立法院去不过。那川普手上有这么多重磅的武器的，甚或核弹级的一些，台湾承受得住吗？第三个，当旁边的韩国跟日本都已经直接表达说，不管美国最高法院怎么判，他们会原流照下走，那我们呢？我们要去担什么样的风险？所以当然，现在台湾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啊！为什么啊？其实，在年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建议，不只是蓝营建议哦，包括说前行政院的副院长都有建议这个政府团队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大法院正在审判，而且即将要宣判。那根据其前面的几次的这个宣判呢，应该是有可能宣告是违法的哦，不合宪的。那为什么不等到这个已经都快要宣判了，为什么要急着去签呢？啊，如果我们政府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跟其他的国家来比，我们叫最惠国，那我们就最惠国好了。可是原本谈判的那一个原因已经被美国他们自己宣告是违法啦。好，那没关系，合约归合约。好，这一场台美贸易协定它是合约啊。那现在说，那你都谈啦，谈了怎么办呢？那就送立法院。那送立法院，那这只是同意了耶。立法院刚刚冠廷说一个字都不能改。对啊。那就变成一个同意。那立法院就是橡皮图章。好，那可不可以最卑微的一个请求啊？
起码台湾可不可以得到美国的另外一个保证，说如果同意了这个台美贸易协定，或者是这些投资的协定，未来美国不可以再启动232或301，针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或 AI 基础设施进行调查。因为川普现在已经呛瞎了。好，你不给我用这个 IEEPA 来进行，没关系，我用这个122，好，然后我未来从全球普科，我要变成精准打击，我要针对某一些特定产业，我要去做这个精准打击，不管是用232或是301，我要去针对美国有威胁的产业，我要继续进行精准打击。有3大高风险产业啊，其中一个产业就是半导体跟 AI 基础设施啊，台湾就中了嘛。而且川普已经多次的表达对台湾晶片产业的敌意了嘛，他一直说嘛，是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市场，最近又说了一次，所以我们可以去害怕的，或者是要预警的是，他的301或者是232会不会瞄准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嘛？好，或者是瞄准台积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一份台美贸易协定不就白签了吗？所以是不是起码在换得另外一个保证说，好，没关系，你之前基于这个 IEEPA 好来跟我们跟你签的这个台美贸易协定，虽然这个被宣告违宪了，但我们还是认了，认了。但是你未来可不可以不要再启动任何贸易调查，针对台湾的任何产业？这点保证总可以有了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台湾鼻子摸一摸认了也就认了。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国会也批准了，然后投资也去了，结果隔1个月、隔2个月，川普又宣布对台湾的某一些产业进行这个贸易调查，那请问一下，到时候这个后果谁来负责？所以。如果要是没有你拿到你刚刚讲的那些保证的话，以你评估，照蓝营现在不管是赵少康先生或很多人讲的什么台积电白送啊，所有这些词，如果没有拿到你说的那些保证的情形之下，你觉得要让这份台美协定到立法院，然后直接 yes or no 要过的机会不高？我不能说高不高，我只是说台湾的立法委员，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总要拿出态度吧，因为川普的这个过去的几年的风格就是反反复复跟翻脸不认人，这个我们是害怕的。那关于军购这件事情，我也想我们军购我们一样来，先直接的，你要不先回应？我补充一下，我们对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听其言观其行。川普他讲话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之前我们谈判到最后的结果，对台湾相较于其他国家，相对是比较好的税率，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第二个我要讲。IEEPA 这次被宣告违宪之后，现在祭出了122条款，对台湾的竞争力，之前 IEEPA 一波完之后，跟之前比，我们台湾销往美国的产品竞争力是变高的。所以讲的是说，本来的税率比较，当然啦，本来大家都没有这对等关税啊，全部有对等关税之后，大家看谁对等关税高，谁对等关税低嘛，所以我们竞争力是提高的。而这一次变违宪之后，变122条款，川普只用行政命令，在122条款下去之后，我们的竞争力是再次提高。我刚才讲的数字日本的关税从14.9变15.3，南韩的关税从12.8变13.4，所以日韩之间的优势反而更上市哦。可是日韩他们的做法是，他们绝对会保证对美国的投资。但关婷刚才署会长如果没有拿到那些保证，说我如果照着你原来讲的谈完的我都照走，但你不要再没事告诉我你要301啊，你要在其他的一些进行调查。那我们需要去拿到这个保证吗？我只能这样讲，我们的行政团队跟谈判团队一定会跟国会好好的来报告，我们也一定会跟美国好好来谈。可是我要先讲，我们不要针对，不要认为美国现在的状况已经给我们在谈的这么好的状况底下，然后我们现在就讲说这个我们不要了，除非你怎么样，那可能就会全部翻桌，因为我要讲是。他手上还有很多武器 ，OK， 而我们之前谈的这样的状况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那我要讲，当最后立法院就是这样嘛。我觉得国民党的立委跟民众立委很奇怪，之前在谈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哎呀，你们这超多啊，不是说很快要签了，怎么还没签？我们很审慎的评估台湾产业冲击，多争取哪一些不要让利。举例，我们稻米不是守住了吗？我们鸡肉不是守住了吗？日本稻米没守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谈要时间的。结果现在。之前是讲说你们不是要早点签怎么还没签？就现在跟大家讲，你看叫你们早点签怎么现在那个被人家判回去才晚签？不，我说真的持家很难啦。但是我看进厨房不要怕热，可是现在这状况
对台湾的产业是相对比较好的嘛。等下，那个我先讲一个冷知识啊。刚冠廷在讲说那个总统到立法院报告是坐那位置，那是不对的。早期我们学的是美国，不是早期我们学的是说。中间那位置是立法院长，右手边是秘书长，左边那个是总统，对不对？但是在民国89年修宪，把国情报告挪来之后，立法院的议场规则就已经修了。好，总统跟国宾到立法院是特别席，外国总统来也是坐下面，坐原本行政院长的位置。右边那个谁坐？没有那个位置没有了，就空了，就已经空了，因为那个议场规则已经修了。我们早期到立法院的时候，的确学的是那个样子。后来89年把这个改的时候，这个就已经没有，所以那个位置那个是错的知识。第二个我要讲就是说，刚讲到这个关税的条约怎么审这件事情，立法院从以前到现在，条约案就是只有2读整本表决。只有2读，他没有3读。条约跟那个预算跟法律不一样，它只有2读，然后它整本表决。它的状况是，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以往我们的国际环境很糟糕，所以我们很难让我们谈判团队去重新谈。所以你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不是现在这样才这样，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你来了，你要不然就整本接受，要不然整本否决。好，因为你很难指望说我否决一条之后再去谈。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所以因为是这个样的状况，你只有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决，所以以往谈判团队在谈的时候，必须要跟立法院要有密切的沟通。好，比如说我这样讲，蔡英文那时候 WTO 谈米酒，不谈到100多块吗？对不对？那个过程中间要不断的让国内知道说我到底有什么困难，然后所以最后大家不要吞了，不要摸了嘛吞了。为什么？不然100多块的米酒，在野党给你反对下去，你告诉我哪一个国民党、哪一个执政党有办法活？可是你今天回过头来讲，不管你今天谈的好不好，今天的问题是说，你今天谈判团队在这个中间的沟通有没有做到？看起来是没有，最后谈起来就这样啊！你们要不然就接受，要不然就不接受。或许你谈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不对。那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说，的确现在川普有非常非常多的手段，所以你现在谈的东西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吞，不然他不要说，他虽然整个基础崩掉了，但是我有122，我有301，我可以搞到你昏倒。可是问题是说，今天的状况会变成说，那你现在行政院送进立法院还是那一本吗？原本的基础不见啊，对不对？可是他不送这一本，他要送哪一本呢？他谈的就是这一本。或许是条件是一样，条件不能改，但是你那文本要改啊，因为你的东西不一样啦，你的基础不一样啦。然后就你的意思说，本来叫台美贸易协定啦，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但是因为被判了违宪，那你好歹动一下，你不要用原来的，你非改不可啊。然后就你的意思说，本来叫台美贸易协定啦，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但是因为被判了违宪，那你好歹动一下，你不要用原来的，你非改不可啊，因为东西不对啦，对不对？那要改什么呢？不是，你现在可能是根据122，根据301如何，所以我答应这些东西啊。大家都在割地赔款，但是割地赔款的基础不一样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东西说。你跟美国难道都完全不用重谈吗？你或许最后谈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形式上的接触也是要有，不然怎么办？不然那协定怎么来？对不对？因为我强调一下台湾现在面临到不是我们要不要去改，是美国跟我们签的 ART 有没有随着这一个判例一起失效？那如果一起失效，那没话讲，不是我们要耍赖嘛，是你自己搞错了嘛。所以我说这一点，我们可以跟日本、韩国一样，别急躁，对，不要急躁，真的。以不变应万变，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讲到，所以你觉得蓝白阵营的，包括像不管是黄昌或是赵少康这些人，你觉得有点急躁吗？讲出那些话，我觉得急了，不要急，因为如果连美国的大法官说没有，你们跟台湾签的也违宪，这不算，那我们就错不在我嘛，是你们自己判违宪，那重来。那另外我为什么川普一直提台湾？台湾今年就去年2025年，我们已经从美国第7大的贸易逆差国变第4，第4，前面是剩下谁？中国、欧盟、越南，我们就变第4，1470亿美金，那我们赚他们的钱嘛，是我们在赚美国人的钱嘛？你看英国为什么不怕？英国是顺差，所以英国是顺差，它这个对等关税就是在针对逆差的国家，那我们就第4大逆差国啊，所以我们能怎么办？那除非你不赚美国钱，那你说我们半导体
当然是要赚美国钱，最大买家就是他们嘛。所以美国总统川普为什么一直讲他偷了我们的晶片？他不叫偷，因为给你做你也不会做，所以他只好用这个，因为他要用这种很惊人的方式来挑动他们人民对他的支持嘛。所以说台湾偷，可是为什么提台湾？台湾是第4大贸易的逆差国，而且呢，台湾跟他们达成协议，他觉得这是他的政绩，所以川普提出来，所以美国对日本、对韩国、对台湾，他目前看来是对台湾签的，他是满意的。OK， 那可是你说，如果打回原形重来，15%是天花板，不再往上叠加，因为那个 ART 只要没有失效，里面写的清清楚楚。那如果我们自己把它废掉，我不要跟你签 ART， 我要跟别国一样，那就是叠加哦。那叠加对半导体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我讲过，因为它需要。可是对于台湾其他的产业有没有影响呢？我觉得这才是要审慎评估，所以我还是呼吁立法院不要急，不要急，因为大法官对于川普跟我们签的这份协定还没有讲话。对啊，将军，可是不要急，他会有一个问题，那我们要不要送立法院？因为如果一直不送立法院，等于这个关税条例对我们也没生效。那跟美国送啊，还是要送，但是送了以后立法院要不要审？审啊！我所谓的不要急，就是让他过嘛。所以你是说要让他过？让他过，看川普把这个球丢给川普，丢给美国嘛。可是他们现在已经摆明了那个态度，应该是不太会照着原版吧？对，那如果说不照原版，你要去修的话，那川普就开心啦。要不然的话，赵少康不会话已经讲狠到，就你们谁让他过，我告谁。赵少康不卖半导体，那没差嘛，对不对？他做广播的，所以我才说这种事情把难题丢还给美国。你就是说过对送，然后让他过。那如果美国大法官说这个违宪那不是我们的错啊，你川普不要咬我们啊，因为我再次强调，是我们赚他钱。你赚人家的钱就不能够那么拽。来，淑慧，所以你反正让他过了以后再说。对，那过了以后，如果那川普那边认为美国如果认为他违宪，那台湾认不认为他违宪呢？那台湾要不要单方面遵守呢？对不对？台湾也有台湾的法律啊，所以不能这个样子啊！哈，我觉得那不然就等韩国喽。那韩国国会过，我们也过啊，对不对？亚洲的立场可以一致吧？因为日本跟我们不一样，日本是内阁制内阁制他们的政府就是多数党所以可能他们内阁签了就等于是过了，不用国会的同意又或是他只是形式。所以我觉得刚刚于将军讲的，我同意一半就是不用这么急啦就等看时间其他事件。你说的急是不要送到立法院让他过，你送到立法院也没关系就不用这么急对，因为看其他各国的反应嘛，其他各国如果都开始跟他重谈的话那川普也愿意跟其他各国重，因为像英国现在是重灾户，你知道吗？因为英国它是原本他谈的比现在15%还要好，所以他现在是急着要抠川普，你知道吗？说那我现在怎么办你现在那个违宪以后，结果我会被本来是比15%低的，现在被调到15%，所以其他国家也势必要重谈了那台湾不重谈吗？所以我也不知道说这个现在要怎么办，因为是美国掀起了这个这么乱的状况。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冠廷就是要简单回答一段。国民党团直接提的3问里面一问就是要不要重新谈啦？不是我赞成淑慧姐讲的，就是日本、韩国怎么做，我们大家亚洲到底讲立场比较一致嘛。我报告几个讯息第一个，日经亚洲报道，日本承诺5500亿对美投资，就算最高法院裁定对等关无效，还是不影响投资。这是日经亚洲报道。所以日本在判决前就讲，不管你怎么判，我们都会做。来，南韩韩国时报的报道，南核政策长室国家安保市长应变会议之后，确定如期对美投资特别法案。这是南韩承诺先进产业跟造船业对美投资的3500亿。南韩总统府发言人康裕珍明确承诺，绝不因美方关税政策变更有所中断。不是就全世界就国民党的立委最聪明南韩跟日本那种讨高那种人更丢。南韩的国会他们会送他们现在说会努力送，对，他们会送嘛。对了，他们就是因为现在要被惩罚了，所以现在南韩国会赶快说，赶快来，我们赶快要过。没有，我要提醒，301他随时可以对我们的产业开枪。那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在他被判违宪前，当时签的内容，我们国会讲说我们认这件事。那把这个球，于将军讲的对，回去之后，你国内认为大法官判的对，还是你讲的对？你们去瞧好。我们台湾对于我们之前跟美国谈判，官方对官方的，我们认。我觉得这是态度问题。任俊，
本来在年前的氛围不是这样，是啊，年前是说如果送到立法院，恐怕立法院也很难。包括这个大家是不是举例，台中像江启臣他们有很多，台中有很多，包括大家讲水五金啦，很多的这些，那是不是业者也讲说你们要让它贵？结果后来等到过了个年，对我们开开心心过了个年，然后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判了一个那个，结果现在你看蓝营的白营的所有声音这样，一个关税已经这样，本来关税跟军购这两件事情。关税在年前，大家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送进去，那就大家心里如一过就算了。那军购就要等蓝营的版本出来，然后看，然后大家才开始要瞧。然后剩货媒体上还报道说，美国有没有一些智库讲到，你们再不让军购过没关系，那什么你们在美国的一些家属啊，什么有没有绿卡的，有没有美签的，大家全部都来看，连这个新闻都有。结果没想到他们到现在我觉得军购反而比较容易的感觉，你不觉得吗？现在军购送去，如果照媒体讲，蓝营说明天的版本会出来，他送进去，反而比这个感觉是要单纯多了。这感觉过了一个年回来哦，这个世界都变了。对。不过我必须讲啊，刚刚这个所提到那些疑虑啊，跟他的担忧啊，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也认为这是对的，那问题就回来的是，那所以呢，日子还是要走啦，就是说，从关税谈定到现在为止，其实你真的看坊间哦，政治上的批评永远大于产业的批评。我今天实质上对我们在座所有人来讲，其实那个关税几趴，老实讲我们没差啦。我又不赚美国人钱，跟我们有什么影响吗？我们大概会在乎就是美国车会不会零关税嘛？其他的我们会在乎什么？因为我是花钱要消费的人。可是我刚刚为什么讲说，在政治上的批评大于产业上的批评，就来自于这里。即便今天开春嘛，今天开工嘛，那这个所谓的变10%再到15%再到15%的这件事情，你到现在为止，最早让我们录影的这个时间里面，你看到真正有受到影响的企业跟产业，它有没有像政治上面批评成这个样子？老实讲，我觉得我没有特别看到，因为川普当然是个变数嘛，我觉得这有什么好去质疑他的？他就是这样，他唯一不变的就是会变，对嘛？而且他也不是针对台湾这样变嘛，他是针对全世界。这就回来我提到，就是为什么产业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批评跟抨击跟政治力道上面，你会发现差这么多。因为很简单，产业面对到关税的时候，它真正要竞争的对手不是美国。而是同质性生产同样产品的人，他的关税我跟你有没有得比嘛？就这么简单。越南也生产这个，我也生产这个，结果越南的关税比我低，我就跳脚了嘛，成本就比他高了，我就要叫政府去谈嘛。越南也生产这个，我也生产这个，结果越南的关税比我低，我就跳脚了嘛，成本就比他高了，我就要叫政府去谈嘛。这个跟日本有什么关系？跟韩国有什么关系？除非我的产品有同质的竞争性，这样合理吧？竞争，就竞争对手了，对嘛？按照淑慧的那个逻辑，其实我老这样，我先讲哦，他讲了我都同意，他的担忧我觉得都 OK。你知道有人就讲说，唔对呢，咱刚15%呢，15不加 N， 起码够敢加15，变30%。你知道坊间有这种声音，因为大家对于资讯的不够了解嘛。所以赎回的那个方式最简单的解决问题是什么？你知道，我们都不要谈了，我们就双手一摊嘛。反正美国也是不确定嘛，你怎么知道他今天重新跟你谈了之后，你重新跟他谈了之后，他待会又被人家判违宪？那我们所以大家都不要做了。美国也有不确定性，我们也有不确定性，大家都来不确定。好，那我们就继续这样下去。问题是日子还是在走啊。可是如果要是照蓝营，我刚讲还是回到呢，如果照蓝白阵营的意见，你就目前释放出来的讯息，你就算现在送到立法院，恐怕很难乐观的评估到一次不改会过。没错。那接下来的日子呢，就大家各担风险嘛。接下来的日子，经济那是整体的经济的一环，那接下来怎么办？那军购那是台湾国防安全性的一环，我们面临到这两个都是台湾眼下最需要的两件事情呢。好，你讲日子要过，对，当然要日子要过，只是日子怎么过啊？我觉得啊，你说今天立法院本来就不可能一字不改啦，是不是要重启谈判？按照关廷的态度，他也没有认为是完全不要，可是我们要不要把所有的大家好，你美国也不确定，我也都不确定，我们就双手一摊，大家都来。你能不能抵挡得住企业界希望你先去谈出一个数字出来？国民党承不承受得住？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您刚刚特别讲到军购啊，
过年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没什么时间出去玩啊，我们就要好好的整理了一下。就研究军购。哎，没有，我就整理了一下家里，找到了我上次跟各位说的。2004年的时候，我们为了做3项军购啊，将军对这个一定很有感，这有21年的历史啊。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什么？这有潜舰，有爱国者3型还有反潜机。这边下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国防部，希望我们买3项军购。21年前国防部在推这个案子，好，我终于找出来它了。好，到今天为止啊，老实说。柯文哲的那个说法是很有趣的。柯文哲说，跟美国人谈过之后，我们那个版本还是要有点修改。我不太懂啊，民众党那版本不就是跟美国人谈过之后才拿出来的吗？而且还黄国昌跑去谈的嘞。到美国谈的。那柯文哲你跟谁谈啊？我不知道啊。华盛顿不是吗？我也不太懂啊。因为黄国昌说他跟他谈的人他不能说，因为 AIT 有讲你不能讲啊，所以没人帮他背书。但那个版本最少是黄国昌你们几个跑去美国之后回来说，我拿出了这一个，结果柯文哲今天改了一个口说，没有，我们跟美国谈过之后还是要修正一下。那你要修正什么？我不知道。那一块民众党要先处理掉，因为我认为其实就就国民党的部分啊，也没有想要去谈论民众党的版本的啦。柯文哲今天真正的说法是希望让民众党还能够有一个发声的机会啦。他很清楚的知道国民党已经把那个东西弃如敝屣了。我不要了，我碰你的干嘛？我都有自己版本嘛。现在问题就回来的是，当国民党所谓提出他的版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版本居然天差地远了。有一个号称徐巧芯的版本，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不知道版本是什么。现在说是明天可能会拿出啊，但也没关系哦。原先是不是讲8000到9000亿？我还是讲说就是把那个1/3拿掉嘛，剩下2/3这样。跑出一个国民党党中央讲说没有，郑丽文的版本是3500亿，8年。黄国昌好歹说我再加个800亿，就给你这样傻逼数一下，对，凑到是。郑丽文更狠，他说没有就3500。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谈论军购的这件事是沦为菜市场买菜跟杀价，今天是可以这样做的吗？猴子刚刚提到说啊，立法院跟行政部门的那个双方哦，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下，那种互相抗衡哦，当时也曾经发生过，不是只有小英嘛？马英九2009年10月的时候宣布要扩大进口美国牛肉，当时开放带骨牛肉这些，就一大堆人反弹。你的政策是宣布要这样做。后来在2010年1月的时候，立法院是不是修正了《食品卫生管理法》里面对于高风险部位全部禁止？那时候跟马英九去跟人家谈的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马政府吓到了，你知道啊？我天哪，怎么弄到最后跟我谈的不一样？后来才弄出一个大家最有名的那个叫什么3管5卡嘛。我想尽办法，那立法院啊能够通过。那个我们都走过，蓝绿对抗到最后，其实行政跟立法不同步，其实都很多。可是现在问题来，有很多东西可以这样拖。你现在面临到的是那一个最大的变数，叫川普。刚刚提到关税，为什么企业会怕？他知道川普会变啊。但我好歹先谈定了一个，我们可以先走看看。军购呢？川普会不会今天跟你讲说，我不要？你当然可以修，我觉得你可以修。军购还卡着另外一个变数，因为3月31到4月2号是川习会。是。那如果你看报道的话，其实美国对台湾的6项保证里面有很多里面，美国基本上跟台湾军购台面下我不敢讲，台面上美国从来不跟老共讨论要跟台湾的军购的事，这个是对台湾6项保证非常重要的一环。意思是我承认它是一个独立自主，只是台面上我不能承认，所以我要让它有适度的防卫。我如果来跟你讨论，你是天天要吃掉它，我来跟你讨论，你觉得它要什么好？那基本上完全不通的一个道理。好，所以呢，但是当川习会两个人会不会真的某种程度谈到这个，我不晓得，因为媒体上已经开始在讨论这一项，那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军购，都是中间的变数，不知道会不会中间很多的一些的变数，这也就是为什么军购在未来会变成大家更重要关注的一个点。我同意啊，过去川习不管通电话什么，媒体也都报道一大堆啊，说是不是会拿台湾问题出来讲啊，到最后几次证明下来，连谈都没谈，老实讲，连谈都没谈哦。所以，我其实会这样觉得啦，就是说，现在对于军购来讲，因为它不是那么单纯的政治对政治上面，它其实是有商业采购的部分。如果我今天在这个阶段里面，如果按照现在的那个逻辑，说我连碰都不要碰嘛，反正我们就大家拖嘛，拖到最后，现在美国最少有一个意愿告诉你说我愿意卖。
他也没有说我一定要100%，全部你要买什么，我要卖什么，全部大家都要照办接受。其实也没有，我不认为立法院要全盘接受嘛。OK。可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做法都是我不要，我不碰，我通通都不要讲，反正到最后我们从头再来过。请问我们耗了多少年？21年前我们谈论这件事情，21年后的今天，我们一样在谈论类似的军购案。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好歹啦，经过这21年的努力，我们拿到了I3，我们拿到了反潜机，唯一潜舰没有嘛。我知道有些人会讲，潜舰是美国自己也不做柴电啊，他要跟国外买啊，我都同意。可是我们走了多少的路，走到今天，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重新再回来谈。那你说大家今天要这样子双手一摊，因为美国的变数太大，所以我通通都不要。那就很简单嘛，那我们就继续维持这个老路。所以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件事？3500亿是有这个版本吗？就8年3500亿，我真的不知道。对，但是那时候媒体说明天国民党版本可能会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小新的版本也不知道。我知道国民党有在拟版本哦，但是我听说的是国民党并没有要去缩减整个军购的这个额度而是要希望有一部分变成是在常规预算里面就是整个特别预算的这个规模会减少，是因为有一部分希望纳到常规预算去做譬如说美国国会已经通过的，或者是已经说未来会陆续通过了这个部分，同意在这个特别预算这个部分可能有8000多亿然后另外的4000多亿，就是美国国会也还没有，甚至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你就编列在年度预算里面嘛有这个公姐的亚谁姐的嘛当你有一个影子的时候，好，那你就编在年度预算里面，然后来审那我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啦，你不要连影子都没有，你就编在特别预算，你编在特别预算，你就是一次性了嘛，一次性给你个空白支票，你就8年，那如果到时候人家没有通过嘞所以或是说国内自己采购的，那你就在年度预算里面也合理嘛所以我现在听到的是这样，有一部分本来民进党就说要在国内采购、国内制造了，那这个部分他们现在立法院国民党团是倾向于说，那就回归到常态的这个年度预算里面。范老师，那我们就直接讲，因为今年是2026，年底是大选年，更不要讲到2028。而刚才所讲的这几件事，从关税中间出现了那一块的变数，到军购，政治人物所有的发言，除了就事论事在看待这些事情以外，你不可讳言，一定有某种程度，有一些人有某种程度会有政治上，尤其选票上的一些的考量。年底选战，民心向背，我讲的这段话出来，那我的支持群众买不买单？有很多讲话，某种程度也会有这样一些的效果。所以，当这些关税跟军购这些在年底上选战，它影响到底有多大？更不要说还有一个变数，政协会，川协会已经确定在3月底到4月初，那大家就讲很难，政协会会在3月底以前就先来政协会。那如果拉媒体报道，大概要拉到5、6月左右。那个时候呢，这几个变数，尤其前面讲关税、军购这些，那对年底的选战的变数影响在哪？台湾的地方选举基本上很难跟国际跟两岸议题连接在一起。唯一一次是2014，就当时的这个两岸要签署服贸协议，那当时马英九他要先签这个货贸，然后要签服贸。那服贸协议为什么后来引发了太阳花学运319，大家上街头，就是跟两岸有关。那当时马英九他要先签这个货贸，然后要签服贸。那服贸协议为什么后来引发了太阳花学运319，大家上街头，就是跟两岸有关。因为我们台湾的服务业都是中小企业，中国的服务业都是大的国营企业。如果真的开放的话，但是大家不是一直在讲说，台湾连理发厅都开不下去了，连洗衣店都开不下去，所以那个恐慌是集体的。然后国民党就是执意要通过嘛，张庆忠嘛，对不对啊？几秒钟都通过了，就引发了整个的学生占领立法院。那现在引然这个，我经过了11年了，我觉得引然闻到这个味道。第一个就是同样的嘛，台美好不容易签署了这个关税协议，结果你现在国民党或跟民众党要在立法院开始附中，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1.25兆的国防预算，我们希望能够加强我们的国防嘛，谁最反对？中国最反对嘛。中国最反对2件事嘛，一个就是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一个就是台美
的关税协议嘛。在前一阵子，这个《自由时报》都登出来了，国民党不是说要告吗？说是中国直接国台办主任宋涛要求国民党这个甚至透过这个副主席萧旭岑，他们就是一定要完成这2项使命嘛。那国民党也没告啊。那但是那讲吴宗宪他们告了，告了。哦，那好，那我们就等着司法嘛。好，那如果有去告，那要让司法来判断嘛。那我觉得今天就是，那为什么你们做的事情都跟对岸的说法相近？那如果这样的话，两岸议题又会在年底烧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场今年年底国民党会不会重蹈2014年惨败，而民进党大胜？那而且我觉得这次的又加上了美国的因素进来了。那刚才讲，我觉得台湾这个思维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平行时空我觉得赵少康今天讲说，这个叫台美关税协议是丧事喜办，就一件反正是丧事很烂的事情做得很好一样。那我问你，1月16号台北股市涨了598点，是丧事吗？如果是丧事，不会涨这么多吧？还是全台湾的投资人、股市投资人眼睛都瞎了，全部被蒙蔽了？那签完之后，谁出来说这个签的好的？许书博啊。许书博是你国民党的当过云林县党部主委你云林县选出来的立委现在是全国商业总会的理事长6大这个台湾的这个什么全国总工会这个工总商总工商团体这6个全部站起来肯定而且希望立法院赶快通过，不要再延迟啦。韩国就是因为延迟嘛，李在明去年10月29号跟川普在韩国 APEC 达成协议，结果呢？川普上个月26号说什么？你国会没通过啊？关税从15%增加到25%。你李在明不要再跟我讲说你没办法，你在立法院，你在国会，你的共同民主党是过半的，所以他不管你。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真的台湾的我们的立法院真的又要用这种方式，让这个好不容易谈好的这个关税协议让它胎死腹中。那是会引发民众的不满。可是范老师，他们现在抓的有一段就是告诉你说，不是啊，也许本来大家都讲那就让他过吧，或者什么，那谁知道他们的最高法院会来这么一出，他们就讲，你看连美国最高法院都这样搞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跟着什么？有很多，所以你刚刚讲，像赵少康先生他们所讲的那些词，已经重到丧权辱国，对啊，用这样的一些词啊，对啊，他们现在就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这样出现这个变数以后，然后。才延伸出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变数。但我刚刚觉得淑慧刚刚讲，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等这个美国这个最高法院呢？急什么急呢？可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急不急？急得不得了啊！10月29号，川普去参加 APEC， 跟李在明谈好了。我们台湾在野党怎么说？韩国都谈好了，台湾谈什么啊？对不对？你这个郑丽君在干什么啊？你那个念哲学的，根本不懂得贸易谈判，你这外行领导内行。你在干我们的国家，对不对？我们这个韩国是这个美国的第6大贸易伙伴，都谈好了，我们还不过第9大。你说骂得多难听，骂到郑丽文，你还记得8月29号还要公布一个照片，说他跟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合照，还有人就骂合照有点什么了不起，谈不出来，日韩都谈好了，你郑丽好意思秀照片，你讨拍什么？骂得多难听啊！结果你看。今年1月16号谈完之后，大家一说，那不是郑丽君的功劳，那杨珍妮，郑丽君你抢什么风头？什么话都你们在说。那我要讲的是，我们不要讲什么这个谈判有没有结果，光记这个月11号股市封关达到33605点，我告诉你，过去马英九的时候是几点？8000多点吧。对不对？很清楚的嘛。哪怕是这个中间这个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做了个判决，今天股市还涨167点中间一度涨收盘的时候涨了600点，到34212点，股市最清楚吧？你不要说台湾的股市都是绿区，台湾的股市都是民进党的选民，不会吧？所以我今天就说，今天大家就事论事。赵少康先生，你是留过学在美国的，美国是3权分立的国家，美国的司法权当然他可以做这个决定，可是川普不一定要遵守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2005年李登辉要访问美国，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跟江泽民说什么？我绝不给李登辉签证。结果呢，李登辉去了没有？去了，参众两院同意啊，连克林顿都不得不同意啊。
所以我觉得连美国的政治体制搞清楚，它是三权，对，更互相制衡。范老师刚刚那个，淑慧要不要直接回应一下？这个也不是说国民党一下子要急，一下子要慢，哈，这就是我们说的嘛。如果去年可以在第一波就谈下来的话，那当然是很好。但既然已经拖到最后，拖到美国都已经自己的法院自己都在审川普的这一项对等关税的作为，而且前面的几次审判都已经判定是违法，最高法院也估计是违法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等一等？这件事情也不是国民党说的。施俊吉是谁嘛？施俊吉是谁嘛？施俊吉他是赖清德当行政院长时候的副院长，他是蔡英文时期拿得出手的财经内阁嘛，他都告诉我们说，他曾经建议民进党政府说暂缓签署，等待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再说嘛，对不对？好，连赖清德自己的副院长都告诉你们说，等一等，再等一等。不是一下子我们要快，一下子我们要慢，而是在该快的时候，既然没有快了，已经都拖到最后了，再等半个月就知道判决结果了。为什么不等判决结果？好，这就像当时我们在谈这个金华城案的时候，判决结果都要行政判决结果都要出来了啊，为什么不等行政判决结果出来，要去走第二条路，是一样的事情嘛？好，所以不是说一下子国民党要怎么样，一下国民党要怎么样，好，大家都是希望台湾好，而不是一直在骂在野党就会好。刚刚任俊说的也是，他说。很少看到产业界在抗议，这个就让我想到当年福茂太阳花事件的时候，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到现场去看，我也觉得说，怎么都没有，都不是产业界的人来抗议呢？福茂既然讲的这么可怕，这个说会到了什么怎样，台湾的产业会怎样大陆连那个洗头小妹都会来台湾，怎么都没有产业界来，都是学生，那产业界的呢？所以我觉得去翻旧账都没有意义了。今天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今天如果这个协定真的要签真的要给它通过。起码我刚刚说的嘛，最低的要求是那232、301不要再把枪头再对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了，这个是身为台湾人最低的要求吧。再去多谈一下这个保障，难道连这点努力，我觉得行政团队要做因为他们说他们在密切的注意这件事情OK， 他们是要做的我先讲这个淑慧姐引施俊吉副院长他的论述了那我对他个人没意见，但我很庆幸现在的台湾团队不是他了。如果是他的话，我们现在被报复性关税，现在我们的产业深受其害。我们在国会还没有通过的状况底下，川普政府罕见的让我们说，那我们就优先用这样子的豁免关税，用相对比较低的关税，这是得来不易的结果。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台湾的产业正在享受我们谈的关税的红利，所以我们的股市、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各方面的这个前景、经济都被看好。这是现在的成果。施俊吉副院长，因为他现在不在团队，可能不了解状况，无意对他苛责。可如果以他当时文章写的这论述，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被报复性关税不知道几趴了。这第一点我要讲。第二点，现在状况很简单嘛，现在就是我们送到立法院，我刚才讲那么多，我都理解。最后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必须抉择一件事，因为关税的谈判的这样子的协议的结果。就是在立法院只有过跟不过。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讲一堆都 OK， 因为政府本来就可以让你批评，你们之前说要早还是说要慢，然后这个都 OK。可是现在就是那到底要不要让它过嘛？还是说对于现在的内容有什么还不了解的？我觉得政府都会说明，可是最后就在一个抉择嘛，你要不要过？我还是在这强调，现在为什么这些工商团体，然后这一些企业界希望赶快安定下来？因为川普他手上武器还很多，这个关税我真的。中年的这个要给我们整个产业不要再这样子下去，有问题。第二个我要讲军售，五哥我稍微一点时间讲军售，现在就一个问题而已，就国民党如果3000多亿的这个版本是真的，我觉得很恐怖。3000多亿什么脉络黄国昌那个4000亿已经够恐怖了，就是美国现在国务院已经批准，然后呢国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3000多亿，他给以外，黄国昌送一个800多亿，说另外你有一个其他的项目。如果依照媒体报道是郑丽文现在主导3000多亿是没有都不侨媒都不要，就是只有美国国务院通过的3000多亿要给你。我跟你讲这很恶劣，我跟你讲恶劣在哪里？
国民党的立委有没有去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机密会议？有去，所以才会有新闻那个徐小新的8、9千亿的版本嘛。我不知道内容，可是立委们出来讲，我们不能讲，因为这是机密。可是里面正在跟美国谈好，还在谈，以及他们正在审查中的项目，我们都知道。所以后来才有一个网络媒体爆出徐小新里面的内容，再加上已经通过的内容，凑一凑变成一个8000多亿版本嘛。这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明天国民党真的端出3000多亿版本，他们的逻辑就是机密会议跟你报告。我们的需求，美国审查中的我就不要了。请问这给美方什么讯息啊？这个美方的讯息就是我们国会直接把它砍掉，然后你们还在审查，不，这是给人家添麻烦嘛。而且这些我要强调，外交国防委员会都已经有报告了，怎么会有3000多亿版本？这个是来乱的。但或者刚刚讲为什么刚问范老讲说，因为本来其实地方选举2026这种。跟两岸、跟什么国防、跟这些，照理来说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关系。但今年这几个嘎在这里头，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会不会要特别谨慎的看待这几件事？我先讲一下哦，最起码，当然国民党蓝白都一样，各种极端声音很多啦。但是我问各位啦，你有听过哪一个国民党立委说关税我不要过的？你不要听他过我？没有嘛，对不对？老赵是能够代表国民党嘛？对不对？好，但我必须要讲，我赞成苏伟讲的时候，大家先等一下。起码现在很明显就是川普兵掐嘛，对不对？你总看他翻起来之后，卡起来主谁好看不嘛？你也不用跟我讲说他现在的状况就是多好多好，还是他多坏多坏。他现在翻车，没有人知道翻车翻那么严重啊！过年前的时候，行政院还在说这一杯奶茶如何，对不对？起码贵你料要奶茶臭可以啊！所以你现在就先等看他到底怎么样，世界各国怎么样？你现在就说我一定要如何，最后世界各国都还得比你好，你怎么办？对不对？没有人，因为国民党没有人说要挡嘛，最好看。我认识立法委没有人说要挡，因为挡不住嘛。我刚讲了，他们都知道这要整本审嘛，对不对？也不可能让你去重谈嘛，好坏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大家说没有办法，但是大家也必须要认知一个事实，说川普经过这判决之后，他手上还有很多武器，但在削弱是事实嘛，对不对？你行政部门是不是也要去认知这个事实？原本我是怕川普强得不得了，所有东西割地赔款，我通通都要。那现在你就要去认知这个事实，说，川普在变弱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嘛？这个大家总要沟通吧。OK， 你还跟我讲说我现在就是最棒的，你当初谈的情况跟川普跟现在的川普长得不一样啊，对不对？好，那回过来讲，国民党就分好几块嘛，对不对？国民党现在分好几块啊，哪几块？我就讲说，比如说郑丽文好了，郑丽文是有影响过立法院的哪一件事情吗？现在唯一大家疑似说不复委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好。但是国民党那个8000亿的版本跟郑丽文有关吗？没有嘛。我觉得现在我看到主流的民众党跟国民党的立委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老美要的我都给啦，不管那个叫做3000亿、4000亿还是8000亿啦，好，老美要的我都给啦，好，但是民党政府要的不给啦，好，不要又有什么茶叶马桶做马桶的出来了，他们现在那些数字就这样倒出来的，不然数字怎么出来的？他数字就他认为老美要多少。那黄国昌第一波讲的是说，老美给看出来了3000多，好，那后来又说我再往上加，现在那个柯文哲又说我要往上加，其实他们最的那条线就贴着老美要的嘛，老美要卖我多少，我通通都会给，好，就是对美国是对美国，好，就国内的斗争不要扯到国际上面去，其实很简单是这样。那现在的状况是说，郑丽文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他的状况就变成他太鹰派嘛，变成说他会变成说国民党的，你看到的是说国民党的立委大概不太讲话，但你会看到地方首长慢慢开始给他切割，对啊，尤其要选举的人，就开始给他切，就开始给他切割嘛。国民党的立委大概不太讲话，但你会看到地方首长慢慢开始给他切割，对啊，尤其要选举的人，要选举的就开始给他切，就开始给他切割嘛。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来讲，他就是影响不到，因为你看他今天来讲，今天为什么问政习会不讲？对，今天团拜问政习会的时候，你跟他讲啊，因为那个压力就是你说就算5、6月，其实对年底的选举压力都很大。一定大，我讲过了，国民党只要每次有会就一定大败嘛，就是2015的马习会，对不对？在新加坡，国民党输到腾口，
然后韩国瑜进中联办，韩国瑜就被罢免，然后那个去年的大罢免也跟傅昆萁带一票立委去北京看王毅，他们也有关系，就所有要选举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不要碰嘛。那你郑丽文现在状况说，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你每天在讲这个时候，国民党那些人踢赌烂嘛，好，不见得有退党潮了，但问题是说大家会站北调了，就说你至少把问题解决了，好，你再去说我要干嘛？你现在一个当局正事不做，好，然后每天都在那个，我刚刚讲了。包括在国民党团的沟通，他也没做啊，你也没看到他影响到什么，没看到他影响到什么法案啊。那地方整合就更不要讲，地方整合更不要讲，那个新竹县你就没有看过长成那样的状况，国民党新竹县是很可能会丢，国民党彰化县我看是90%会丢，好，嘉义市是100%会丢，100多万人口的大县呢，嘉义市100%会丢，所以国民党今年除非高雄跟台南有攻下一个，不然国民党今年是一定要输的嘛，是一定要输的嘛，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下，你一天到晚讲郑习慧你是国民党人，你心里作何感想？就一看到年底被输到吞口啊，你还在每天在想郑习慧。范老师简单补充。对我真的我真的闻到2014年的那个味道而且你看这次光是彰化水五金产业，台中的精密机械，我跟你讲啦，搞到后来这个台中本来这个江女生会赢的哦，我刚刚搞不好都并斗很有可能哦。好，这些业者要活，我可以爆个料吗？我过年期间看了一个最新民调，就何欣纯现在跟假设讲几成啊，杨秋英就更不用讲，杨秋英很强，好，杨秋英很强，就杨秋英赞好那个，但是对了，杨秋英顺序可不可以倒？杨秋英赞好，但如果是讲几成，就是其实一开始何欣纯输10几%嘛，现在已经剩个位数就你看到你们内部的一些何欣纯输江启臣，OK， 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真的现在是3头马车啦，韩国瑜是一台马车，然后这个郑丽文是一个，傅昆萁是一个，就3头马车嘛，那这个很麻烦，就会分尸了嘛，5马要分尸了嘛，3马也差不多活不下去了。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刚才讲国防预算，我讲真的，念过政治系，政治学大一政治学讲到什么民主政治叫责任政治，这你当家你要负责任，你有2种责任，一个是政治责任，一个是法律责任。今天如果说这1.25兆有什么贪腐啦，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讲，民进党永远就中央就不用责任。所以你今天你要担负，尤其是国防是很专业的东西。通常你是执政党要负100%责任，你在野党你只有监督。我们现在变成在野党说，我也有提版本我也有提要去跟美国谈哦。这里我说我去跟美国谈哦，我要去跟古立言谈哦。你要谈什么？你有那个background吗？我们的国防预算是经过非常严密的，从我们的这个审计预算一步一步，然后非常专业的，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国家的财政才衡量出来的1.25兆。OK， 我问你，你现在的这个英国首相是斯凯尔，他是工党左派的，那他有没有很多外交国防政策跟美国合作的？保守党说不可以，我们要谈，我们跟美国谈，我们跟川普谈。你斯凯尔当首相，你就要负责。你今天你就要冒风险，你过关你赢了啊，你像你跟那个高市长一样，我赢了，那你就赚到了。你输了你就完蛋，脱裤子，就是很现实，就是民主，就是所谓的责任政治的意涵。那所以说你今天你国民党介入，你要分担责任吗？你不可能，你是在野党。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 ABC。好，那对，那通常在节目里面，你知道我们一定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所有这些，我们关心社会科学，因为包括政治这些。当然，大家都知道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嘛。将军，你觉得那条红绳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应该是感应啊。我是吗？我是军人，但是我信。我为什么信？你知道吗？因为郑丽文的脸色不像是惊喜，而是惊讶。你知道吗？他是惊讶。旁边那个是那个邓家基，对，邓家基好像也有下到去帮他扶。对，就是我们军人在重大演习的时候也会拜关公啊。拜关公，如果关公给你显灵，作战必胜，演习必胜，我是惊喜啊。如果关公是，你完了，给你抖一下。你会惊讶所以他说感受神明的感召对，感召啊，对，感召是好的还是坏的，只有他知道嘛。对，因为心灵通嘛，那个绳子是抖在他的那里，不是那时候第一反应都会吓到。对，没有，如果是我抓我就会知道到底神要跟我讲什么，所以到底神要跟他说什么，只有郑丽文知道。可是他说感应出来，他是惊讶，不是惊喜。
不是惊喜。如果一投10个圣杯，哇，那是惊喜。他不是，他那是惊讶。而且后来他上楼梯的时候都有点卡卡的。而且按照郑丽文主席的个性，他怎么不会侃侃而谈？他很低调。因为只有一种人不能开玩笑，神明。所以只有他知道神明跟他说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那条红线的抖动，我个人觉得不是物理现象，那是超自然的感应。因为郑丽文自己也讲了嘛，是感应嘛。对，所以我觉得超自然感应。那可是我要回头讲到郑丽文主席说的3500亿美元的军售。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这很厉害。如果今天你是3500亿美元可以买到1.25兆的，我说句实话，我佩服你，帮国家节省经费。如果你是把项目砍到剩下3500亿，那就是惹毛川普啊。你认为川普会卖吗？我叫你买一台车，你只买4个轮子，买4个轮子有什么用？不卖了。那这里面就好，嘿，不是我不买哦，他不卖啊，我愿意啊，3500亿美元我讲啦，他们嫌少不赚啊，那不能怪我，这就破局嘛。那我说，刚刚范老师讲的，国军的这个军售，它不是一个游戏，它是从历次的汉光演习得到的参数产生的作战需求。再从作战需求完成了系统规划，系统规划里面分哪些要跟外面买，就是跟美国买，哪些由中科院做，这叫系统规划。完成了整体后，才会完成预算的需求，这叫做整体的这个国防军售的一个需求。那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乱买，有一种人会最反对。我的儿子在当兵，我的先生在当兵，或是我的太太在当兵。如果你乱买，他一定反对。可是你看看过年期间，我到了很多公庙去拜庙，去陪同政治人物拜庙，很多军眷都跟我讲要给他过了。他说我不管蓝绿的问题，我的先生、我的儿子、我的太太在军中服务，我的女儿在军中服务，他们可以用生命换取国家安全。可是请国家给他一个足以保卫国家的工具，可以吗？你给他那个阿公战车，他们就讲勇虎战车，勇虎战车。然后将军，你什么时候？我中尉开始接装，我都退伍10年了，我中尉开始接装，我升少将，我现在退伍10年了，你还不给他换？终于换了。可是海马斯飞弹呢？该不该来？可是 Link 22该不该来？我讲Link 22这一点，我过年期间听到我超级兴奋的，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Link 16。Link 16叫什么？叫做话音。很多的事情是透过话音去传输。Link 22是影像档案的传输。这告诉什么？其实 Link 22的获得不是说什么好像神话哇，神话我不讲，我说这个是美国对台湾6项保证的具体化。为什么 Link 22中国一定反对？超级反对，因为你拿到 Link 22。北约看到的，日本看到的，美国看到了，我们同步。那个不但叫做同步图像，那叫做盟军的同步图像。中国超反对，可是6项保证里面就有一条，刚才说会不会川普跟习近平谈到要不要跟台湾军售？这6项保证里面第2条很明白的讲，美国不会跟中国商量任何对台军售的项目。他不会征询中国的同意啦，就是我要卖给台湾什么样的军售项目，不会征求中国的同意。为什么？我征求你的同意，我还卖什么？因为6项保证就是要确保台湾安全嘛，防止两岸的军力严重失衡。那如果今天川普跟习近平谈这个就违反6项保证，那习近平会跟川普谈吗？我的歼20的弱点在哪里？我的福建舰哪里有问题？习近平也不会谈嘛。将军刚刚讲到那个勇虎，各位你要记得，将军刚刚讲的是他接装，不是勇虎生产啊，接装已经是接别人。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交给我的，对，交给我叫接装。那时候他是中尉，他是少将，都已经退役10年了。OK， 那现在看起来，当然你说对于国家安全来讲的话，这到底该怎么样能够确保？当然你说军购啦或各方面，接下来明天你法院开议的时候，也是大家在观察的一个重点。但是如果真的讲到政治人物的话，新北来冠铁是黄章，因为他要选新北嘛，然后你看他现在最近走到哪，你如果看新闻的话，会一直不断就有很多人会要呛下，政治立场不同当然会是一回事，可是你说对直接的那些呛下，对他来讲难道不会造成一些的困扰吗？尤其他会不会你说他跟李四川，因为李四川已经宣布要请辞了嘛，大概在这个月底，然后接下来呢要加入新北这个整个选战，那每一个在质疑他的人都会质疑他，是说你会选到底吗？是这样吗？黄国昌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自以为自己是全台湾最聪明的人，但他做的每一步
只要有一点政治跟社会认知的人，都知道他在干嘛。那每次讲出来之后呢，然后他们就讲，哎呀，你们绿的乱讲啊，什么有的没有。但他就往那个途径在走。我举例，新北，请问观众朋友们，有谁认为他真的会选到底的？一定选到底的，请到我的社群平台留言。我已经讲好几次了，就没有人来留言啊，不没有了嘛，所以你就认真跟我讨论。他的看板都撤掉。对，来，我给大家看。这个是他在新北，这个算一个蛮大的看法了哈。我记得没错，好像是在淡水的样子。对。那后来没办法，他不是讲说这个是因为有什么下面有什么安全疑虑，他说安全疑虑啊，风吹啦，对啊，这都可以理解。如果来苏慧姐在这，我在这，于江在这，我们都有看板嘛。对。今天看板如果无论是朋友给你的，还是租的，就2种嘛。这个支持者赞助跟要不然就租的嘛，这2种任何一种。如果你因为有被风吹，有安全疑虑，你会做的事情是什么？把它固定好，固定好啊！谁会把它撤下来？而且真的这个设计不好，我们是赶快大图输出，赶快挂。这寸土寸金每一面看板，要么就是支持者对你的支持，要么就是你自己的钱这怎么可能有人用？安全因素，而且吊车出一趟都要钱，那都是成本。对，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其实黄国昌没有要选到底这件事情，太多蛛丝马迹了嘛。我一直在强调，竞选总部是关键嘛。竞总哪有人在这个时间点成立的？你成立竞总就顶多撑2个月，所以我们算期程啊。他2月份成立竞总，4月份退选，不就刚好？我们在竞总的期程就是选前2个月成立的，以前都叫竞选办公室。再来更恐怖的地方来了。黄国昌这几天不是无论是去三重拜庙，跟这个李乾隆同台，还是上网络的专访，然后被提到大家关键问题嘛？李四川如果出现，黄国昌会不会尽一己之力，不排除加入李四川团队？黄国昌居然回：当然啦！对，你没有听错，还没比民调还没开战对，他问说，主持人问：若是李四川出现，逗点。黄国昌会贡献一己之力，逗点，不排除加入李四川的团队。问号，黄国昌表示，当然啦。后面讲还是要尊重当事人意见啊。过年之前在侯友宜整合下，刘荷兰退出。各位，我们有在关心政治、看新闻面对面这么专业节目的朋友，这就是要退选的前兆嘛，这在要位置嘛。黄国昌现在的态势很清楚，我还一直在放一个讯息，就是他会帮李四川，他可以退，他不要副市长。这个铺陈是什么？国民党你拿更重要的东西来换嘛？不是大家都一直觉得我在危言耸听。第一个，黄国昌绝对不会选到底啦。黄国昌你认为他有什么通天本领看我72变变到他可以赢李四川民调，不可能嘛？我们民进党的每一个人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新北要1对1对李四川就来准备嘛。黄国昌现在还有多少认为要选到底？没有嘛？他不会选到底。第二个，他要换什么？黄国昌真的要换的是后面的东西啊。我们一直在讲，年底之后黄国昌很有可能不是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会不会2028被民众党提不分区？我觉得还要看柯文哲的心情，跟他怎么跟黄国昌谈。我一直在讲一件事，真的不要排除这种可能。黄国昌现在把新北当成他对国民党最大的嫁妆，因为黄国昌只要出来，李四川当选的几率大幅下降。而这个嫁妆他换得什么？他嫁到哪里？嫁到国民党嘛，2028两个选择嘛，第一个选择卢秀燕或蒋万安或韩国瑜，看你们谁要选总统，搭我黄国昌当副手为首选，我不用跟柯文哲闹翻，不用跟民众党闹翻，实质蓝白合。但柯文哲如果不愿意了，民众党如果不愿意了，国民党如果不愿意了，如果卢秀燕选，哎呦这那衰，我还跟他搭，对不对？我们自己有很强的人黄国昌的次选是什么？我一直在讲，不要觉得不可能。黄国昌是一个为了要舞台，什么东西可以出卖的人。黄国昌2028如果没有副总统的位置，我们看会不会加入国民党哪不分区？就这么简单啦。黄国昌没这么复杂啦。来，谁敢跟我保证绝对不会？来，我这留言绝对不会。不，就是这样嘛。黄国昌首选就是副总统参选的。那真的三姓就三姓了，三姓叉叉嘛，对不对？过年不要骂人。对，五哥，所以我认为新北京，我说新北市民，我最后讲个我观察。其实政治人物是这样，我们在做大家民代，我们去扫街拜票是最真实民意的展现。无论是在商圈还是在那个菜市场走，有时候一整天下来被一个民众对你稍微讲两句，回去都会心情会觉得我是哪里没做好。一天一个很多了，一天一个很多了。黄国昌现在是蓝绿都在骂，大家有没有看那天去永和，就算深蓝选区，蓝的支持者对他骂说：“你不要出来乱了，你出来我们会输啊。”
绿的骂他就不要讲，不是，所以他现在状况是越走不出去。那他现在的状况，他生气已经说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然后你看到他那个拜票哦，正常我们来讲，我们走那个街道啊，走过去是应该店家在那个里面有民众啊，看到眼神一对上，冲过去很热情的握手。黄国昌现在以前会担当呢，他现在都走很外面，然后媒体拍，然后有气无力。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正向的状态。那他现在状况最后就是待价而沽啊。那他把新北市当成他嫁妆。然后媒体拍，然后有气无力。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正向的状态。那他现在状况最后就是待价而沽啊。那他把新北市当成他嫁妆。淑慧，那其实今天他讲，当然是因为记者的问法，记者问他说：“你不排除加入李四川团队吗？”那他讲当然不排除哈。记者不是问他说你会不会加入李四川团队哦？我帮他这个澄清一下啦哈。那对李四川来说啦哈，对李四川，因为川博，我站在川博立场哈，多一个朋友当然比多一个敌人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川博跟譬如说跟江启臣也好，或跟其他的政治人物他不一样，他没有团队，这是川博的硬伤。因为川博过去几十年他都是公务员啊，他就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你把他派到任何这个岗位去，他就是直接上任。所以他今天来选举，他必须要有团队，他必须开始要有一个竞选团队陪他一起去选举。可他没有，他跟江启臣、杨琼英或者是徐新颖、陈建贤这些人不一样。或许这些人他必须要经过激烈的初选，可是他们一旦初选出来以后，提名以后，他们就有马上一个竞选团队可以马上跟民进党打仗。但是川博士他虽然前面整合是很顺利的，国民党可能3月底就会直接征召他了。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要组建一个要打一个大型选战，而且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新北市的选战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你说侯友宜的团队有没有可能借他？可是侯友宜团队很多现在都是现任的这个新北市府的官员啊，哪一些愿意先离开新北市来借他？那你就必须要保证说他未来还可以回到市府啊。所以对于这个李四川来说，黄国昌的人、民众党的人，如果愿意加入他的竞选团队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只是说黄国昌可能，李四川可能还是要有自己的竞选总干事帮他划盘啊，不可能这场选举交给民众党的人去掌这个军旗啦哈，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啊，我们讲到说其他的县市啊，虽然说现在可能有初选的问题，有整合的问题，但坦白说，我觉得也还好。大家不要忘了，2018的国民党其实在地方选举也是大胜的，不是2022而已，2018也是大胜。但是2018我们其实在很多县市都有初选啊，在台北有初选，在新北有初选，在台中有初选，都不是很快就定于一尊哦。在台北也有丁守中，跟我忘记是谁了，钟小平的初选。在新北这个侯友宜跟周习伟的初选，在台中就这个卢秀燕跟江启臣的初选哦。即便到了2022年啊，桃园一开始也有这个罗志强跟这个张善政啊，那时候还搞出什么鱼死网破这一些，所以前面有争议这些，我觉得都很正常啦。啊，重点是你争议过后是不是能够大家快速整合？像民进党的台南跟高雄也是杀得很刀刀见骨。所以我觉得哈，以整合慢有初选，就直接定调说哇，国民党这一局哦，败啊，我觉得又太过了啦。那至于彰化的问题哈，确实是比较复杂，因为它是家庭因素哦，家庭因素，清官难断家务事哦。你说主席要去介入这个姐弟的问题，甚至是说这个家庭的这个伦理的问题，我觉得是有一点难，所以我还是希望说他们家的大家长哈可以解决家庭问题。不过任俊，如果刚才赵冠廷的分析对黄国昌未来的一些铺陈啊这些，你总要顾虑到还有一个因素吧，柯文哲。第一个大家就讲说，如果柯文哲让黄国昌这一局这么快就跟李四川整合，那真的对于整个民主党的发展会好吗？黄国昌自己都讲啊，如果萨嘎都他可能不会上，但是他说议员全部都会上。那大家有很多人讲，对民主党现在的发展，地方议员很重要啊。当然，那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让你们大家整合完？
那我地方议员到底该怎么办？好，这是一个。然后刚才讲到黄国昌会不会2028要搭国民党，你也要看柯文哲3月26，现在已经2月下旬，3月26他的判决有没有10年，也是大家在观察的一个重点啊。他不是新年愿望，柯文哲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这一关326过，那接下来再往下又是另外一片天啊，不是吗？橘子真的会回来吗？媒体讲成这个样子。网络上有些不喜欢柯文哲的哦，说关关难过关关过，那先抓去关，其他你就会过啊。那这个当然是网络上有些他真的关过，他真的关过。但是这个过年啊，我们希望大家这个觉得他真心觉得他无罪的啊，司法会还他一个公道啊，应该是这样子吧？法律人啊，应该都要这样说啊。但我回来看了，就是说橘子，当然到目前为止啊，我知道媒体其实一直有在写说，哦，传闻说他可能要回来，对，说什么要在香港，他是不是会回来？甚至还讲说橘子的家人对于柯家非常的不满，说那个团圆，你们这个过年很团圆，我们家小孩是这样。但是我也必须讲啊，从这个事件爆发到现在为止，橘子的家人其实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真正有被问到的时候，也讲说他们跟他不熟。好，这个过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来自于就回到了，就是说柯文哲现在他的司法，我认为柯文哲已经把他先放到一边去了。这个阶段里面，柯文哲没有再去提说我的司法，他的司法怎么样，没有再去提说哦，他觉得赖清德多么的可恶，民进党多么的可恶，没有哦。他现在有时候你真的回来看，他在评蓝跟绿之间，有时候他酸国民党的还比酸民进党多一点。这就回到了是在政党的发展里面，究竟柯文哲的立场跟黄国昌的立场，他们站的是一个是为自己，还是一个是为政党？很简单嘛。如果就黄国昌来讲，黄国昌把所有的牌全部压在新北市上面。黄国昌有针对宜兰去讲话吗？宜兰有个春晚会嘛。黄国昌有针对嘉义那个张启凯讲话吗？也没有啊。民众党在其他县市没有提议员吗？也都有啊。黄国昌花了几分心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把所有的牌跟所有的焦点全部集中在黄国昌一个人的身上。请问，当他这个做法，他是为了政党的发展在走，还是为他个人在走？所以我觉得对于柯文哲来讲，他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就是说黄国昌的走的那个走法，你说有没有助于拉抬声势？有啊。可是拉抬是黄国昌个人多嘛。再加上这一段时间，我必须讲啊，有很多的负面，我认为是民众党没有安排好。包含到你今天由地方主委带着去这个走市场。明明受访点都是安排的，结果摊商跟你呛虾，你还要去跟人家讲说，哦，那个是苏巧慧的支持者，不觉得无聊吗？就你没安排好嘛。过年去拜庙啊，也没有通知，也没有怎样，然后广播大家那个看画面看到广播，主委跟出来，主委跟出来，啊，叫你提没有我去拜拜的哦，也很奇怪哦。这个有在走的地方都知道，这个跟你本人的宗教信仰无关。那个就来自于你的协调跟联络，其实没有达到那个地方啊。所以我回来看，就是说。柯文哲其实逐渐的把所有的东西收拢回来，政治上的这一块没有黄国昌在党的部分的啦。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党主席，他需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集中在新北市吗？所以黄国昌出了一招，我可以加入那个李四川的团队，我就问一句，对于国民党来讲，其实真的不要去回应黄国昌啊。请问，当黄国昌现在说我要加入李四川的团队，当有一天黄国昌穿了一个李四川团队的背心，然后跑去帮民众党的人站台的时候，国民党那些县市议员、那些新北市的那些议员，你怎么办？你尴不尴尬？换李四川去帮你的民众党人站台，那国民党那议员，等一下，怎么会变成这样？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说对黄国昌来讲，他知道他在政治上面被柯文哲差不多已经切掉了。柯文哲要掌握的是整个民众党在选战里面的布局。而黄国昌只有把自己局限在新北而已啊。侯子，那对黄国昌跟柯文哲来讲的话，未来这一局就照刚刚那样讲的话，看起来大家的重点就只在布未来的局了吗？我觉得黄国昌在避免自己变成柯文哲的棋子啊。好，就把他跳虾嘛。好，你觉得他跳车了？因为现在的状况是柯文哲自己官司还没有处理完，然后自己回来强势介入民众党，把他的民众党主席完全架空嘛，已经把我在记者嘛。好。什么东西都柯文哲的嘛，然后所以你看他的状况就不断的在，因为柯文哲又要一边有官司，一边要跑去试着做绿白合嘛，对不对？跟黄国昌原本是蓝白合，你现在你叫他怎么办？所以呢，他现在状况就跳车嘛。所以他一开始很早就讲了说，第一个我讲说，我们所有的蓝白合区域只会有一组人，不会有啥哈都，很早就讲了嘛。然后到
到今天就讲更露骨嘛，好，不排除叫，因为正常不会讲这个话，因为讲这个话是被手银压疼啦。好，因为他前面讲过说不会做副市长了，不会做理事长副市长，但是今天讲这话有点手银压疼的味道。那正常不应该讲这个话，甚至是怕柯文哲逼他去选嘛。好，柯文哲到时候就说你非选不可，拜托那是会赢你啊！选杰新北市市长上无爱开偌济，再怎么省也是几千万到1亿吧，对不对？你柯文哲又会帮他出吗？柯文哲的个性会帮黄国昌出这个钱吗？对不对？他连那个当幕可的钱都要收的时候，你这样告诉我黄国昌怎么办？所以他现在是跳车嘛，赶快把话讲死嘛，哦。你这样告诉我黄国昌怎么办？所以现在是跳车嘛，赶快把话讲死嘛，对不对？我先讲，我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只有一组人。第二个就是说，万一我今天讲到这么白，他就是冠霖讲的，我要所有人都知道我没有选到底嘛，对不对？他不得已呀，不然呢？那而且现在状况是说，万一你柯文哲将来有就刚刚讲关难过关关过哈，真的那样的话。我还可以回来嘛？对，我回到我路线上面去嘛。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准备我就下车了。党主席卸任之后就没我的事啦。好，可是今天因为明天礼拜2立法要开议，冠廷，李珍秀的事情到底怎么办？李珍秀就很麻烦呐，我看李珍秀不能只是麻烦啊。我说很麻烦是因为其实一切依法就不会有问题。那现在争议越来越多，我跟你讲，现在李珍秀的进展已经到这样子哦。我现在不讲国籍的事，现在谈户籍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两卡嘛，一个是后面国籍要就职之前要放弃，然后1年之内要处理，但现在不对，因为你要登记成候选人之前就要放弃户籍，就这件事讲，相关法令明确规定。登记成为候选人之前，你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中国的户籍必须放弃，这个是白纸黑字的，所以这也无涉罗志强他们所讲，哎呀，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什么其他国啊，我现在只谈户籍这件事哦，户籍好像没有人会 argue 了吧？结果现在争议来了，李珍秀秀出一张这个证明，这张证明呢，跟陆委会过去所有审查在湖南省放弃户籍的文件长得完全不一样。这张文件呢，上面就讲，哎呀，那我辖区原有居民李珍秀啊，巴拉巴拉几月出生啊，现户籍为台湾新竹县啊，台湾身份证字号为多少啊？经查，李珍秀原户籍为云南的哪边啊？然后1993年4月26嫁入台湾后，已将云南省衡南县户籍注销。来，关键是这句话。1993年4月26日嫁入台湾后已经注销，而这个派出所写的日期是2025年1月21。好，关键在这里。李珍秀，他是1999年定居台湾，2004年修法之后，我们必须要在半年之内放弃户籍，而李珍秀秀的这张是2025年的1月，而现在我们相关单位跟我们看完相关资料之后，都认定他是2025年1月才去中国放弃的，2025年1月才去中国生出这一张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李珍秀在登记成为候选人2024年的这个立委之前，2023年到2024年之间要登记，他必须在登记前放弃掉中国的户籍，而他出示的这一张，跟为什么陆委会跳出来讲说不对，跟其他人的格式完全不一样，其他所有在云南湖南省的户籍注销。他们相关单位的警政单位、户政单位会给的资料是，上面会写你于几月几日放弃，几月几日没有写，他只有讲你1993年嫁入台湾之后就放弃了。可是是什么时间点？为什么？因为你必须在成为候选人之前放弃掉原有户籍。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如果国籍我们之前已经讲，他就不能有这个双重国籍嘛，已经一卡他有问题了。再来回到更源头，他必须放弃户籍这件事情，很显然可能没做。所以关键在哪里？两岸关系条例9之1条规定，他必须在2024年的这个不分区登记前要放弃户籍，那可能还是要请他出示相关的证明。可是将军，如果因为到明天开议，接下来在立法院大家就会看到一个画面，因为行政单位一直都说你所知机密不给嘛，然后甚或你要质询的话，我搞不好都不备询。那接下来看到的画面是怎样？就是这边请院长请那个行政院，请哪一个单位，这些人上来不讲话，我就是不说话，你要的东西我都不给，就看到这样吗？而且李珍就说了一句话：陆配绝对不能退。
现在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咯，现在是整个陆配，他是代表所有的陆配在打这一仗的感觉咯。对，我们是国军出身的，有人对我谩骂，我说不行，国军绝对不能退，有这样的吗？没有那么伟大嘛。你是李珍秀，你不能代表所有中国嫁过来的这些妇女同胞，或者是娶了台湾姑娘的这个中国的一个男生，你没有资格代理他，人家也没有授权你代理他。你可以说李珍秀绝不退，你不能说陆配不能退，这表示你想搞分化，你想搞分化。你既然都嫁到台湾来，变中华民国国民，变台湾人了，你还有什么陆配、粤配，什么哪里配？没有嘛？都一样，都是台湾人。当他把陆配绝对不能退这句话撂出来以后，意思就是我李珍秀现在不代表我自己。对，如果这一条战线我往后退，所有的陆配以后在台湾都会面临到我这样。没错，我现在面临到的荣辱，你们跟我要与共，就整体上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搞分化了，就是搞分化，就是以前我们国小我们眷村来的，在学校也被人家欺负，我们成功新村好欺负啊，成功军全部站出来，不能搞政治，不可以搞小混混，不要搞分化。台湾最讨厌就是搞分化。所有的陆配以后在台湾都会面临到我这样，没错。我现在面临到的荣辱，你们跟我要与共，就整体上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搞分化了，就是搞分化，就是以前我们国小我们眷村来的，在学校也被人家欺负，我们成功新村好欺负啊，成功军全部站出来，不能搞政治，不可以搞小混混，不要搞分化。台湾最讨厌就是搞分化。现在我们小时候还有什么本省外，现在哪还有啊？都台湾人啊。我女儿台湾出生，我台湾出生，大家还有谁说是本省外省？只有他还在搞这样，为什么？如果中国嫁过来的朋友变成台湾人以后，他做小生意，他赚钱，没有人会管你是哪里人。从政，那你把资料备齐嘛，你让立法院，你让这个内政部都好办事。可是你备不齐，你为什么硬要做？李珍秀在台湾这么多年，你不做立委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服务你的姐妹吗？你不做立委的时候，难道你就没有做你该做的事吗？你为什么非做立委不可？搞得风风雨雨，搞得大家这样分化，搞得很多陆配走在路上说没有，我们不搞政治，不要问我李珍秀的事。我过年拜年遇到好多这样的人，那我们不谈政治，我们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做好自己的事。那李珍秀是他的事，人家没有跟你站在一起，所以我才说台湾经不起分化，台湾经不起二极化的分法。李珍秀，如果你是台湾人，请你停止这种操作。因为我认同你，请你认同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家。OK， 来任俊，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全球现在最关注，因为荷姆斯海峡不用讲，它是运油非常重要的一个算生命命脉吧。现在看起来美国是双航舰直接在夹击伊朗，大家就在看着到底那场仗会打成什么样，什么时候开第一枪吗？这个现在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双方的动作都非常的这个明显哦，包含先讲一下美方哦。因为现在才传出来讲说，在这个约旦的空军基地哦，他们现在整个战机的数量啊，比过去还要多哦，说有多出3倍，至少60架的这个所谓的美军的军机，甚至有一些这个货机的这个起降，被认为说是不是在大量的囤积军事物资哦？那你如果从这个地理位置上面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因为刚刚提的地方是叫做约旦嘛，好，叫做约旦。那约旦距离伊朗来讲哦，事实上你看它这个美伊如果真正发生冲突的话，这个的直线距离哦，如果从约旦到这个伊朗这边来，大概在800公里左右。可是如果以 F-35战机来讲，它的作战半径是1229公里上下。所以等于是这个是涵盖在它的这个范围里面啊，所以第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战机的这个部署，当然被认为就是说美方是不是在做了一个准备，这是第一件哦。第二件讲说呢，事实上伊朗哦现在也在举行所谓的联合军演哦，甚至要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实测叫做这个塞亚德3G 的这个飞弹。那这个飞弹哦，其实关于它的数字不太多。它比较多的就是说，他们其实透过这个飞弹，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半径150公里的一个防御屏障。而这个位置在哪里呢？荷姆兹海峡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也就我如果封锁完，我在这里来做的时候，代表什么？我这个地方全部通通跟你都封锁起来了。
全部都要封锁起来。所以看起来双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动作，包含说伊朗呢也把所有欧盟国家的这个海军跟空军部队列入叫做恐怖组织的名单，就是你讲我恐怖组织，我说你恐怖组织，换我讲你全家都是你三军都是就用这个方式来做。但是美国基本上它还是有比较强大的海上武力啦。那你除了说在约旦这个部署之外，另外还有包含到林肯号跟这个福特号的航母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呢被认为说是不是要分头夹击所谓的德黑兰，甚至距离这个伊朗的部分林肯号大概只有在700公里左右，还提交了五角大厦向这个所谓的川普提交了要包含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父子的这样的一个终极景象。不过比较特别的是说通常政治动作归一件事情，军事动作归一件事，但政治跟军事如果合起来的时候，有一个指标性可以看，要不要撤侨。现在传出来讲说呢，现在各国已经开始呼吁，就是说，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这个侨民，可能你自己要做好撤侨的准备。所以如果外界在看，就是说美伊之间双方各自校正是一件事，可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可能会比较把它真实来看待，是一个叫做危机有可能会发生。OK， 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美伊之间这个战争是不是真的会转成实际上热战？全球大家都在关注的重点，因为跟全球的油啦各方面都有密切的一些关系，未来怎么样发展，大家在观察着。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明天立法院开议，那今天赖总统跟5院院长，然后大家呢在茶会以后，接下来在立法院里面，尤其刚刚讲到关税跟军购未来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学员面，我们明天见，拜拜。